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描述扩散的动力学方程。它是在1855年由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菲克提出来的。那它是在傅立叶建立的导热方程的基础上，并通过大量实验和研究呢，对浓度场作用下物质的扩散做了定量的描述，提出了研究物质扩散的著名的菲克第一定律和菲克第二定律。那这个图片呢，就是菲克本人。下面这个图片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扩散的例子。左边的质点呢，会通过这个界面，然后扩散到右边。那么能扩散过来多少质点呢？怎么描述呢？首先我们来看菲克第一定律，它描述的是在稳定扩散条件下，也就是认为浓度是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在任何一个时刻，它的浓度呢都是相等的。在浓度梯度的推动下，单位时间内通过垂直与扩散方向上单位面积上的扩散的物质数量和它此处的浓度梯度是成正比的。那我们把这个单位时间内通过垂直与扩散方向上单位面积的物质的数量呢，用扩散通量 J 来表示。那么菲克第一定律的表达式就可以写成 J 等于负的 d 倍的偏 c 比偏 x。偏 c 比偏 x 代表的是此处的浓度梯度。注意这里的浓度 c 呢是单位体积的质点数，所以说它的单位是质点数每立方厘米。扩散通量 J 的单位是质点数每秒每平方厘米。那么比例系数 d 的单位就成了平方厘米每秒，我们就把它呢叫做扩散系数，也就是说是单位浓度梯度的扩散通量。那么前面这个负号呢，它代表的是扩散的方向，表示的是由高浓度向低浓度的一个扩散。这是菲克第一定律的一维表达式。只考虑 x 方向上的扩散，那么通过这个表达式呢，我们可以得到扩散速率，它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可以把它归结为外界条件，也就是浓度梯度偏 c 比偏 x。那另外一个呢，所有的这些内因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结为扩散系数 d。所以说 d 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它是单位浓度梯度、单位截面、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质点的数目。那所以在扩散系统中 d 呢，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对于质点而言，它主要取决于质点的半径的大小、它的电荷以及它的极化性能等等。那比如说在机质一定的条件下，质点越小，那扩散系数也就越大。此外呢，它还取决于机质结构的紧密程度。对于同样的质点来说，在结构比较疏松的机质中呢，就更容易进行扩散。比如说氟化钙，它呢存在1/2立方空隙，所以说它的间隙非常的大。那质点在氟化钙中就容易发生扩散，扩散系数就比较大。那刚才是一维的表达式，现在我们可以给出菲克第一定律的三维表达式。如果当扩散系数一定，在每个方向上都是相等的，也就是各项同性的时候，它的三维表达式就如下面的方程所示。扩散第一定律的用途呢，在于求解扩散质点浓度分布不随时间变化的稳定扩散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某一截面的浓度梯度，如果可以测出通过的质点的数目，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菲克第一定律来求解扩散系数。这是稳定扩散。
那如果发生的是不稳定扩散，我们知道它的浓度要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偏 C 比偏 T 不等于0。那它等于多少呢？菲克第二定律就对它进行了解答。我们先来简单的推导一下，我们取一个小的体积元，它的面积是单位横截面是1，距离呢是 dx， 用 Jx 和 Jx 加 dx 分别表示流入和流出体积元的扩散通量。那么流入的物质的量 Jx 在这个局部单元呢，我们可以借用菲克第一定律来描述，也就是说它是和这样一个位置的浓度梯度是成正比的。那么流出的物质的量是在流入的物质的量的基础上，再加上在这样一个体积单元里扩散通量的变化，用这样一个式子表示出来。那我们把这两个式子相减，就是扩散通量的净增量。那通过变形呢，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式子。根据物理意义，单位距离的扩散通量与浓度梯度相等，或者说是单位时间内浓度的变化就是单位时间内流入和流出的扩散通量在这个单元上之差。再把这个关系式带进去，那就可以得到菲克第二定律的表达式。偏 C 比偏 T 呢，等于 d 倍的偏方 C 比偏 x 方。浓度随时间的变化与浓度与距离的二阶偏微分是成正比的，比例系数同样是扩散系数 d。在这样一个表达式中，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扩散系数 d 与物质的浓度是无关的，并且呢三个方向它的扩散系数均是相等的，也就是我们认为扩散是各项同性的，那么简化可以得到菲克第二定律的三维表达式。它呢主要用于求解扩散质点浓度分布随时间和距离而变化的不稳定扩散的问题。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两个定律，分别要记住它们的一维表达式、三维表达式，以及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菲克第一定律呢适用于稳定扩散，而第二定律用于解决不稳定扩散的问题。那用于求解哪些问题呢？比如说要求穿过某一平面或者曲面的扩散通量，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个截面的物质的量的浓度分布等等，具体的问题要具体分析。那么评价一下这两个定律吧。它们其实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们呢只是从宏观上定量的描述了扩散，定义了扩散系数 d， 但是呢它并没有给出扩散系数与晶体结构的一个明确的关系。而且呢这两个定律更多的都是现象的一个描述，它们把浓度以外的一切影响扩散的因素呢都包含在了扩散系数中，但却没有给扩散系数明确的物理意义。而且呢这两个定律研究的是一种质点的扩散，也就是我们讲的自扩散。那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不足呢，后人才在研究的基础上又从热力学方面描述了扩散方程。好，扩散的动力学方程我们就讲到这里。